Alex Mobs 更多生物模组，过了好几个月，终于又有一波更新了。这次更新了4个虚构的生物啊，那我们废话少说，直接开始介绍。在冰刺平原上，我们可以找到冰霜猎手，他们是冰原上的顶级猎食者，通常群居出现，会攻击它视为猎物的所有生物，包括玩家。在狩猎时，他们不会马上进行攻击，而是会先围绕着猎物转圈，寻找合适的角度。然后冰霜猎手会站立起来，并且加快速度，像袋鼠一样跳起来给目标一拳。而当他们受到猎物的反击时，他们会甩出背上的冰刺，有点像是冰刺史莱姆，这会对猎物造成大量的伤害。不过背上的冰刺只能使用1次，想要再次使用的话，就需要到水中补充。他们是不会溺水的，因为当他们补充了冰刺之后，就可以以很快的速度将脚底的水冻结。当冰霜猎手被击败时，会有概率掉落他们的脚。用这个脚和冰块做成的头盔可以用来迷惑冰霜猎手，防止他们的敌意。我们可以躲在他们的大部队里面，感受他们充满危机但又自由的生活，然后突然偷袭他们。当我们戴着这个帽子的时候，还可以拿猪排让他们繁殖。而冰霜猎手只能适应冰原的生活，到了比较温暖的生物群系，比如沙漠，他们身上的冰刺就会融化，自身还会受到一个虚弱的效果。下面一个要介绍的也是冰原的生物，象牙蛛。象牙蛛是来自地狱的疣蛛兽的先祖，它们也是领地意识非常强的生物，会主动攻击自己领土的入侵者。但是和其他的生物不同，它们追击敌人并不会追击出很远，将敌人赶出自己的领地之后，它们就会停止追击。不过可能会像这样子，在领地的边缘摇头晃脑的向敌人示威，阻止敌人继续靠近。这个模组还有一个有趣的设定，就是我们可以在象牙蛛的身上放一个鞍，在它们把我们甩飞之前，我们可以在狂奔的它身上骑一小段的时间。在骑行的过程中，甚至还可以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伤害。好家伙，带冷却效果的推土机了解一下。模组中还有一种猪蹄鞋，玩家鞋子的附魔术也可以给它使用。给象牙蛛穿上之后，我们可以骑得更久，而且被甩开的距离也会变得更近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落地之前就骑回去。甚至还可以附上冰霜行者，像这样子在海里面高速冲刺，这个速度的话就比船快多了。然后我们可以用红色的蘑菇来让它们繁殖，可以用棕色的蘑菇来恢复它们的生命值，并暂时安抚它们。击败象牙蛛之后，可以像疣蛛兽一样掉落猪肉。利维坦，这是一种非常巨大的下界生物，可以在岩浆湖中被找到，通常会躲在岩浆下面游泳，偶尔会探出头来一下。虽然长得比较吓人，但是它们是和平的生物，受到了攻击就只会试图逃跑。不过利维坦对于猩红蚊子来说可以说是天然的克星，它们背上有很多的通风口，里面会喷出一种吸引昆虫的烟雾。当猩红蚊子靠近时，利维坦就会一口咬住它，然后饱餐一顿。玩家可以制作跨座鞍和跨座钉来骑乘利维坦，其中鞍是用来提供座位的，并且可以一次提供4个座位，不但玩家可以骑，连其他的坐骑都可以骑。而跨座钉则是用来拴拴绳，然后控制利维坦的移动的。有了这件套之后，在岩浆上行动就是非常方便的事情了，而且也不会像原来的利维坦那样潜入岩浆当中。作为一种在岩浆中生活的生物，通常情况下是会受到水的伤害的。而当利维坦被浸泡在水中的时候，它们并不会受伤。等待一小段时间的颤抖之后，它们身上的岩浆部分会凝固，变成更强壮的黑曜石状态，防御属性则会从10点增加到30点。我们可以用绯红蚊子的幼虫来让它们繁殖，也可以用岩浆膏来治愈它们的血量。然后下面是一种中立的生物，这个生物就长得很猎奇了，数量非常稀少，喜欢待在末地的外岛游荡，长得真的是难以言喻。它的眼睛像一个发光的哑铃，尾巴像鱼尾巴，嘴巴又像蚊子，但是尖端可以开合，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它了。你们可以试着在弹幕上面给它们取一个名字看看。然后它们最喜欢的食物是宇宙鳕鱼，将鳕鱼放入莫隐噬菌体的衣壳中，就可以转化成宇宙鳕鱼。我们可以用它来驯服这个怪虫。驯服成功之后，它不会帮助主人战斗啊，就算主人头都快被打烂了，它也只会在边上旁观。不过当玩家一不小心从岛屿的边缘掉落下来，它们才会出现，用嘴部的夹子夹住玩家的头，然后提着头安全的送回地面上。虽然它没有战斗能力啊，但是末地探险如果有这么一个宠物的话，还是非常棒的，可以防止我们掉落虚空，损失全身的装备。然后在生命值降低之后，我们可以用紫松果治疗它，也可以用宇宙鳕鱼来让它们繁殖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次 Alex Mobs 的更新内容了。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长按点赞，让我们继续期待下次的更新内容吧。我是小包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